到一个昆虫的体验馆，它就在台北市区内。今天你好像有帮我带一个特别嘉宾来体验。是的，她是我女儿，她叫 Yuna。有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柱，生态柱，找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我只看到一棵树而已啊。真的吗？对，你有看到虫虫吗？宝宝没看到吗？你没有看到虫虫？虫虫在哪里？有没有这个看起来不像叶子的？哎，是不是有看到吗看起来不像叶子有啊，在哪里？超明显哎。对。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咖啡色的，有没有看到？很像树枝，它们叫做巨扁竹节虫。我们以前知道的竹节虫不就是一节一节细细的吗？对，长得像竹子的，对，长得像竹，但是它们也是竹节虫。竹节虫有非常非常的多种，你要猜猜看谁是男生，谁是女生吗？他是男生女生？他是男生。答案是大只的是女生，瘦的那个是公虫。哦，是哦。这是它们竹节虫的差别，所有的竹节虫都是女生比较大。老师把它拿出来，好不好？他已经把手摊开了。哎，我没有看到是这一只哎，我以为是绿色的。你可以观察一下。哇，轻轻的，轻轻的，手放开，观察一下，这样子先放爸爸手上，好不好？先放我手上。哇，你看它在晃，它身体在晃，然后它是白色的，然后在树上。哦，没关系，没关系。对，它就是幽灵竹节虫。叫幽灵竹节虫，是不是因为它的表情就是看起来很有点空洞、飘忽不定？很多竹节虫都会为了模拟大自然的环境，它们在树上、在叶子上的时候，它们可能会做一些左右摇晃的动作，就是当做保护自己。对对对，就是让它自己看起来更像大自然里面的一部分。哦，很多人会觉得它有点像蝎子，尾部卷起来，但它不会蛰人。它不会蛰，它完全不会蛰人，它没有毒。好，那我们把这里也有，对，那里也有。你只敢帮忙找就对了，是不是？也很棒，也很棒。好，那我们跟幽灵竹节虫说拜拜喽。好了，拜拜。好，跟他说拜拜。哎，说你过来拜拜啦！他已经迫不及待在观察下一组了。好，我们去看下一个。可以从你喜欢蛇吗？哦，你喜欢蛇吗？要不要？要不要试试看？不要吗？你想跑对不对？不行跑，不准跑。你要不把它拿出来？就没有拿出来，要拿出来吗？要吗？你想要吗？看看吗？球蟒可以摸，我可以摸。好，爸爸要摸吗？爸爸也可以摸。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推给我？你坐在旁边看，我摸你看。因为他们平常遇到危险，会缩成一颗球，其实很漂亮。哦，很像，这要怎么形容？很像某种质感很好的那种的布料还是什么？皮革。对。还有其他的，你要看这个比利好不好？好，我们来看比利。它跟刚刚那只蛇蛇的摸起来的感觉又差很多，真的哦，可以摸摸看。哎，这只很可爱，对，这只很可爱。摸看，不要害羞，不要害羞，来试试看。哎呦，你看是不是没怎么样？有什么？有什么感觉？你摸起来像什么？像什么？你觉得？要不要挑战一下？这里，你越来越前进，越来越前面，来再换，对，那再往这边，轻轻摸。哦，有些进展，这轻轻的摸它就好了。对，哎，有，很棒，太棒了！再来，我们从背后摸。哎，啊，果然慢慢的去引导的话，它可以，对，是不是没有那么越来越不怕，对吧？他在干嘛？他在跳舞。对，他每天都有一个要跳舞的时间，我帮他安排课表。真假的？他律动很好，他会这样子。他有吃饭时间、跳舞时间、互动时间。对啊，你要趁他没有上跳舞课的时候先摸。对，不然他就跳舞的，不然他等一下就要去，他很忙哦。对，他等一下就要去跳舞了。对啊，好，那跟宋思熙拜拜，跟 Billy 说拜拜，拜拜都说很快。好，Billy 拜拜。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进教室体验虫虫巴士的馆长平常要怎么照顾这些昆虫。我们可以先简单认识一下甲虫。那这只是独角仙。哦，好棒！那独角仙它在分类上就是叫做兜虫啊，给你看，世界最大的长棘大兜虫。哦，对，它嘴巴，因为它刚刚吃饭吃到一半，被我们这样拿起来，对，它在吃饭，很大只哦，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哦。它可以大概要到17、18公分哦，这样子。轻轻的，温柔温柔。哎，对，哎，停啊，这边摸到这边就好。哇，你敢摸呢？要不要试着再摸看看？它的脚下面这里有黄色的毛，啊，摸摸看它的毛毛。刚刚是不是觉得外面那个地毯很舒服？这里也有一个小。真的就像那个玩偶的那个。没关系，不会，它碰不到，它碰不到，它嘴巴比较短。是不是毛茸茸的？是不是很酷？我摸摸看哦，好，可以摸摸看。哦，好像娃娃的那个毛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成虫，对，也就是像我们一样，我们有成人嘛。那甲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叫做完全变态，它的成长生活史。变态？没错，是我们讲的那个变态吗？变态这个词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它会变化它的形态嘛。那完全变态的意思就是说它会经过很多不同种的形态的变化。它的小时候呢就是卵嘛，然后它会再变成幼虫。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鸡母虫，然后再来它会变成蛹，那蛹的时候就会长得跟成虫的时候很像了。通常只要看到这种，你们在外面看到甲虫的成虫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没有办法再长大。我们要来看，他刚说它完全变态，所以它小时候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你要看甲虫小时候，刚刚那个大只的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吗？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对，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泥土，对，泥土，所以他们吃土。你长大之后就可以体验一下，对，吃土的感觉。吃土的感觉。你把它倒出来，要不要？好，你给你倒，你给你倒。好，你跟老师一起帮忙。对，没东西呀。怎么没有东西呢？哦，出现了。你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有吗？你敢抓吗？那老师抓起来给你看。鸡母虫。鸡母虫。没错，就是甲虫的幼虫。他的小时候。对，这个小时候。那个爸爸。没错，对，他的爸爸。他小时候长这样子。吃很多大人都便便之后，我们就要帮他换土。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倒出来之后，对，然后给他舀新的土进去就可以了。老师，你现在给我们看叶子的意思是，就是要考验一下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的观察，在这个叶子里面有什么样的生物。用哪来找？我们这里有生物吗？在这样。在哪？在哪？在这个。哪里？在前面。在前面。这个吗？是吗？是吗？是。好像是哎。那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好不好？好，那老师帮你把它拿出来。这是叶子吗？老师摘了一片叶子出来了。这也太像叶子了吧？随手一拿，一片叶子，这个虫虫巴士的 logo 就是它。对，有没有很像？叶修。对，然后它是一种竹节虫。我们刚刚第一站，这也是竹节虫，这个就是枯叶啊。对，枯叶没错，而且我不有干。它不仅有枯掉的地方，它还有破掉的地方。那这算是成虫还是幼虫？这都是成虫，这都是成虫。那它最大可以长到多大？最大这像这个立体叶修的体型差不多就是这样。对，差不多就这样。哦，对，他们有可能会断掉他们的脚。你说它的脚是可以断掉？对，它可以断掉，然后可以再长出来，因为他们会蜕皮，然后有机会就是再慢慢长回来。因为你要数它有几只脚？1、2、3、4。少了。对，少了2只脚。对，可能有6只脚嘛？它有6只。对。1、2、3、4、5。没错，这2只都是6只脚。那这是它可能就是已经成体的时候才断脚的。要不要试试看？拿到手上。要不要拿到手上？把这个掉掉去了。上来啊！你手都让它上来好不好？对，你不用紧张啊，你来啊！你手要伸出去啊！你叫它来，你手都不伸出去。
下一堂课我们要来讲的是手工。手工，对，手工跟蜥蜴是一样的吗？它其实算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蜥蜴，其实就是我们家里常见的壁虎。哦，就是有2个名字，你可以叫它壁虎，也可以叫它手工。所以它们也可以断尾求生哦。对，它们的特性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们的尾巴会自己把它弄断。对对对。可是这一只尾巴很肥呢。对啊，这个叫豹纹手工。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它会把它吃下去的营养会储藏在它的这个尾巴这边。哦，对，所以它的尾巴越胖，就代表它越健康。所以它储存营养的部分不是在肚子里面，是在尾巴上面。最明显会胖起来会是在它的尾巴。哦，啊，你可以放在手上，放手上，你这样不要动，它会自己上来。我们一起好不好？Yuna，对，那你手不要说，来，我放这边，你不要动。好，那你夹住我的手，对。哦，好软哦。没事啊不。用害怕，它其实就是很乖。它没有耳朵哎。蜥蜴跟像手工啊，它们的耳朵其实是有的，在它们的眼睛后面有个洞。哦，所以这个不是破掉，那个不是破掉，那就是它的耳朵。那就是它的耳朵。对，所以它不像我们人，就是有耳，就是耳朵是没有露出来的壳，它们是有洞的。它的耳朵就是一个洞这样子。那像是蛇的话就不一样，蛇的话就没有。它耳朵在哪里？蜥蜴的话就会有个洞在它的耳朵旁边。这也是个，在它的对，在眼睛的旁边。它会爬墙吗？它不会啊，我们看它的脚条就是一个一般的爪子。壁虎会爬墙，所以它的脚上有一个特殊的构造。那我们可以看另外一只会爬墙的手工。截脚手工，它就比较像是我们家里会看到的壁虎那种感觉，它可以吸附在这个垂直的玻璃上。它长得很特别，它叫做截脚手工，就是它的睫毛，它有一个像睫毛一样构造的。哦，你看它像它的眼睛上面有这个细细的像睫毛一样。滑，轻轻滑。什么？你比较喜欢这只吗？哦，它也是它的皮肤，等一下，它皮肤是那种毛茸茸的，这很特别。它看起来因为它的特性就是会用，它会跳，它比较在树上的。它是乌鸡下个，因为它看起来皮看起来很粗，但它其实摸起来它比它在拔夹壁。对啊，而且我可以看它走路啊，因为它那个其实如果它平平的贴住，它自己的脚也是拔不起来，它也会有个粘性。它自己会拔不起来。对，所以它要有一个角度这样子，哦这样子它才能爬，慢慢的拔。就像我们那个吸盘有没有？就是那种娃娃上面的吸盘，如果吸上去的话，你直接拉是拉不起来的，你要从边边去折它才可以起来。它跟刚刚豹纹手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豹纹手工它是有眼皮，所以它睡觉的时候是眼睛可以闭起来。那这一只它是没有眼皮的，那它怎么？所以它睡觉就是眼睛张着睡觉，比较像蛇，蛇也是不会闭眼睛的。你今天看到什么？告诉姐姐。在讲竹节虫。大的对，人家明明就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截脚手工。那 Yuna，你今天最喜欢谁？乌龟。乌龟啊。因为它就是乌龟啊，它在家就是慢慢来啊，那应该是猪才对啊。嗨，我是 Sandy 吴善如，这是哈希。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